我自己来吧。别动，我来。我看看。还好，不太严重，就破点皮。帮你擦一下伤口啊。别动。我身上都是灰。没关系。紧张？小雪呢？让她跟饶之回去了。你没和她一起吗？我有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追你啊。那辆车的车牌你看到了吗？没有。那司机长什么样看不看见？也没有。当时天太黑了，对方又亮着强光，我也很害怕，我就只顾着往前跑。我甚至都没有看清那辆车到底是不是冲我来的。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的病人去世了，我心里乱着呢。我不知道，是，都会好的。都好了，看看。包扎技术不错呀。那当然了，名师出高徒嘛。过奖了，论包扎我还真不如你。哎，我说的名师也不是你。啊，是伊赛亚的那个护士，你见过的？哦，就是上次在酒吧喝酒的那个姑娘。对。交际还挺广的嘛。你知道猎人学校的淘汰率是多少吗？听说是地狱式训练。90%。我们那一期只有14个人通过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告我的状啊，我就是那一期的第1名。哎，训练的时候也总受伤，3天2头的跑医务室。那个小护士跟我年纪差不多，每次给我包扎得很认真，剪的纱布也漂亮，还会对着我的伤口念诗。念诗？对啊。爱情很短，遗忘很长，相思成灰，重灰亦相思。这些都是我从他嘴里听到的诗句。他喜欢聂鲁达。他是想撩你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也喜欢他？我喜欢看他包扎的样子，喜欢他绣的纱布，喜欢他念诗的口吻。对着伤口念诗会加速愈合这件事，他深信不疑。歪理。对啊，没有一点医学根据，可他就是深信不疑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点相信，在别人看来毫无道理。就像你对卓然，你刚才离开就是怕我说出他的名字吧？你不愿意怀疑他，所以才逃避的，对吧？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。又跑啊？往哪儿跑？如果船上那把枪真是他的，你还相信他吗？对，队长，今天情况就是这样的。照你这么说，夏初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待在家里边，是挺让人担心的。
是。对了，你年假休了吗？没有呢。要不趁着这个机会把年假休了？谢这。你这什么造型？你在干什么？榴莲？你居然会买榴莲？我的天哪！你该不会是在做榴莲蛋糕吧？失败了。不应该啊！我这一步一步都按往上说的来的，怎么回事呢？180度双面平均受热烤半个小时，你调的是单面，梁队长。嗨，我说呢。不用回部队吗？我休假嘛。我怎么了？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在这个时候能在家里看到你，还是很安心的。我就知道。不过你为什么突然要做榴莲蛋糕啊？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吃点甜的，压压惊。哎，饶叔。啊，在家呢。好，马上来。哎，我去公安局接小雪去啊。我和你一起，我也有事找饶之。法医提取了死者的 DNA， 与之前别墅死者桑坤的 DNA 进行对比，发现他们的基因序列排布高度重合，基本可以断定船舱死者及桑坤的亲弟弟阿鬼。而且除了致命的内枪以及渗血的引流口以外，死者的其他伤口都经过医院的处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伤口以及打斗的痕迹。仅尸检结果来看的话，死者基本上没有他杀的可能性。船主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船主那边承认，他是因为害怕捕猎野生动物的事情暴露，才隐瞒了暗仓的存在。但是他说他不认识死者，他也不清楚对方什么时候放了什么东西在暗仓里。我详细的查过这个船主的背景资料，没有发现问题。小强，物证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现场没能提取到有效的指纹、脚印和毛发信息。通过枪械上的指纹、弹道分析以及火药颗粒燃烧造成的伤痕来看的话，可以确定死者是吞弹自杀。而且经过枪械部门的查验，证实了现场发现的枪支、弹药均为3D 打印技术所致，上面只有死者的指纹。这个3D 打印需要什么条件？欲望之城上面就有下载程序，再有一台3D 打印机配合相应的材料，就能完成枪支制作。这种3D 打印技术制造出来的枪支威力上比传统枪支小一点，但是它具有制造方便、可以规避射线扫描等优势，也就是说，它可以帮助持枪人顺利地通过安全检查。鹏飞，你那边能查到下载人的信息吗？目前查到的只有那个叫恐怖海盗的 ID 下载过这个程序，只是对方的真实身份一直无法确定。饶志，卓然就是开3D 打印公司的，那他还使用3D 打印手枪，这不是摆明了让我们怀疑他吗？我觉得他没有那么蠢。不一定是蠢，很有可能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挑衅。他先伪造自杀的现场，即便是被拆穿了，也能借由他的彻底暴露，让我们排除对他的怀疑。他应该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摸准了我们的办案心理。要真是这样，那这个恐怖海盗也太可怕了。岂止是可怕，他之前的种种犯罪，
在我看来，就像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在进行一场毫无目的的行为艺术。行为艺术也许有可能，毫无目的，绝不可能。但我们应该怎么去拆穿它呢？这样啊，会后啊，大家再好好捋捋手上现在已经掌握的一些线索，尤其是目击证人的证词，好好的捋几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疏忽遗漏的地方。姚志，昨天在医院是我的疏忽，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分。处分呢肯定是跑不了，但是现在不是做检讨的时候。走，跟我再去床上看看。是。姚志，姚志，死者不是自杀的。所以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表面看，死者的确是用大拇指扣动扳机吞枪自杀，可是死者的整个后颅都被掀开了。所以呢？我刚刚对比了大量的吞弹自杀案例，后颅被掀开的全是用食指扣动扳机，而用拇指扣动扳机自杀的所有案例里，死者打穿的应该是后颈。如果不是巧合，那就说明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之后伪造成了自杀现场。马上摸排全市的3级打击公司，着重找那位卓总聊一聊。是。她真的是饶警官的女儿？对。好神奇啊！如果你认识以前的他，就能原谅现在的他了。也许吧。哎，你是怎么看出那个自杀是有问题的？你忘记我喜欢看侦探小说了吗？那些我们曾经以为无用的经历，最后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彰显出它的价值来。还有，我的这个习惯是受了卓然的影响。然后呢？所以我觉得昨晚你的那个推断是不存在的。如果他真的是那把手枪的主人，他在伪造自杀现场的时候，不应该疏忽这个致命的漏洞。哦，说了这么多，原来是为了他呀。我是为了我自己，过去我也有，但我不会因为我的过去而丧失了判断当下的基本理智。我希望警方赶紧破案，用事实证明你错了。那我希望你能赢。我希望这段过去不要伤害到你。我说过，我在乎的不是输赢，而是人。干嘛呢？我的 heaven， 我没想到我一睡醒就要吃一堆狗粮。我得走了。陆梦，你真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。我本来就少年。舅妈问我你和夏初进展到哪一步了，我怎么回答？你刚才拍那个照片了？我打死都不删。你发给他，发给他，也发给我一张。哦，真是活久见。昨天有位收入我们科室的病人在治疗期间被冒充医生的男子带走，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我想大家已经有所耳闻。关于这个病人的来历背景以及随后警方的调查，我不想多说。
我要强调的是，我们身为医护人员的责任。事发当时，值班表上排的谁值班？是我，主任。那时你是在值班室还是病房？我在家。为什么？我和潇潇换了班。谁要求的？我想休息。这件事有没有经过上级医生的批准？没有。你知道擅自调班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科室的管理条例了吗？知道。你知道还明知故犯？主任，这样，前天晚上呢，夏初跟着特战旅出任务了，整整一夜都没睡啊。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规章制度，那什么是制度？就是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组织纪律。在医院这个大环境里，每一项微不足道的制度都是以人命和血泪为代价慢慢固定下来的。熬了一个通宵可以调班，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请假，但这一定是在遵守规章制度的前提之下，否则谁违反了制度，谁承担后果。这些都是之前从我这顺走的吧？等你再把这些笔丢了，就该出急诊科了。你放心，我找主任谈，争取再让你回来。真的是第一次这么迫切的希望，赶紧把它丢完。夏初，不管你在哪儿，不管你在做什么，你都要记住，你有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潜质。谢谢老师。只是潜质啊。贾医生会加油的。夏初，你现在就过去。嗯。我也被主任罚写检讨了。哦。其实你跟那位董旅长不是挺熟的吗？你可以让他帮你求个情的。不需要。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，我没有异议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，想问问你。是吗？你帮我值班，是出于真心的，对吗？当然。那天你走了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整理病历本和化验单据。本来想着忙完手头的工作就跟老师讲，谁知道中途又出了那档意外，我忙着找病人，急着看监控，就完全忘了还要跟老师讲这回事儿。我承认这件事情我有疏忽，可也不能完全怪我吧。我已经带你值班了，没道理再带你受罚。你可以骂我自私、小气，或者是没担当，反正我就是不想去急诊科。刚才在会上我没有说话，不是故意整你，只是出于自保。当然，
你也可以不信我。我信，你是自私小气没担当，可你不是个混蛋。夏初，你真的可以去找董旅长帮忙的，他要是能帮你说句话，还是很管用的。错了就是错了，我认罚。祝你好运。你也是。跟七床家属交代清楚。知道了，宋老师。老师您好，我是从西外那边过来轮转的住院医，我叫夏初。把这些医嘱录入电脑。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说我这脑子居然忘了你心脏不好的事儿，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家呢？真的对不起。这不关你的事儿，是我老毛病。喂，我知道了。你能陪我去趟公司吗？我有事要拜托你。他怎么了？白草枯中毒。别碰我，我很脏，你不要碰我！别碰我！安静，安静！别碰我！安静一会儿。你好，久等了，请问有需要什么帮助的吗？昨晚在祥生船厂发生了一起命案。命案？是的，命案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他用的是3D 打印技术制造的枪支。这个城市3D 打印公司好像不止我一家吧？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搜查，包括贵公司每一位员工的电脑，还望配合。没问题，你安排一下。好，各位警官这边请。这边请。坐吧，没事儿。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浪费你们一下午时间，结果什么忙也没帮上。听你秘书说，你昨天没来公司。是，我遇到点事儿。他在我家休息，结果突发应激性心肌病，差点命都没了。在家昏睡了2天，幸好他及时回家把我送到医院。我们也是刚从医院回来。行吧，今天打扰了。走，慢走啊。警察走了，走了。他们说了什么？祥生船厂
发生了命案。这么快就来查？对，而且说的是命案，不是自杀。警方已经有所怀疑了。不可能啊！现场不是已经伪造过了吗？在那种紧急情况下，就算伪造，我也不敢保证没有任何纰漏。反正警方已经有所怀疑了，你要是怕了，可以先撤。那你呢？我得完成任务，你忘了，夏光远才是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。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人下手。从你们加入项目攻坚第一天起，我强调最多的就是信息安全，信息安全。你也算是个老人了，外面的商业间谍有多猖狂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上网不涉密，涉密不上网，这是基本的工作原则，你怎么会违反呢？老叔，对不起，我看见邮箱确实是您的，那你也先跟我确认一下呀。再说了，项目上的资料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发过我私人邮箱？对不起，老师，是我的问题。当时在宁江，我以为着急用，所以我才发给您的。出去。Surprise！ 我去了米谷家的小区查证，据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称，确实在事发当晚看见一个形似卓然的男子出现在了米谷家门口。这么说，案发当晚，他有时间证人。对。饶志，要不要把他带回来问一下？这个人几次三番的卷入事件的漩涡当中，却一直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指向他，要么他真的是无辜的，要么他就是一个反侦查的高手。这个时候把他带回来问话，肯定什么都问不出来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盯着他，看看他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。明白。有空吗？堂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啊。周总，你尝尝这个。周总，真的，我特别谢谢你能来。我今天特别郁闷，真的，你能来陪我，我特别感谢你，真的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喂，110吗？
我要报案。喂，周总，我是唐宁，我在下关派出所，能不能来接我一趟吗？好。周总啊，昨天你走之后啊，我真不应该上楼去唱歌的。我后来又喝了几杯，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我醒了之后啊，就在宾馆的床上，然后旁边躺着个女的。后来警察就来了，说我什么涉嫌卖淫嫖娼。我怎么到的宾馆，怎么开的房，我自己都不记得。你说你怎么喝这么多呢？不是让你等我吗？真不爱喝这么多酒。这要是让研究所知道，我就完了。研究所怎么能知道呢？可是要是老师知道，你放心，夏教授那边我一个字都不会提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你在怕什么，其实你可以放轻松点，汤博士。以你的资质条件，就算从化验所出来，也不至于走投无路。相反，比起你现在手头拿那些死工资，没准你出来之后能获得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。这些我想都不敢想。想想吧，假如你也拥有私人飞机，和你女朋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坐标约会，享受科研和财务自由带来的乐趣，那你完全可以做一个更大胆的选择。周总，你有没有？对于一晚上烤糊7个蛋糕的一夜7次郎而言，刚刚的成功注定是一个难忘的时刻。有什么想对我和二喵说的吗？人类第9大奇迹啊！让我下来，桌上还有点渣渣。你去哪？让我下来啊！他居然把我们丢下了！快让我下来，桌上还有一点。可能发情期的男人眼里就只有爱情吧。哎呦，轻了！张医生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说你这么粗鲁的人，怎么会有人看得上你呢？没想到您这么温柔的人，有人看上你了。我说老铁，说话别太扎心行吗？给他送吃的。啊，对啊，下手人呢？在急诊呢。有病人？你不知道啊？怎么了？你们之前救的那个人，他值班的时候给弄丢了，陈主任很生气，给他发到急诊了，就算是轮转锻炼吧。我去看看去。啊！我说你这人追女孩就这么笃定，毫不犹豫啊？哎呀，这当兵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犹豫啊？得向人学习。知道你们医生爱干净，所以就给你手工做了一块香皂，希望你喜欢。特意给我做的。嗯。
喂，是我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刚才用你送我的香皂了。你才用啊？一直也没舍得用，怕用完了不是没有了吗？喜欢吗？挺好的，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而且吧，还不刺激，一点都不伤手，哈哈，真好。那个，周末有时间吗？我想去找你们。上次那个收样板书不是也没买吗？妈妈，我要去上学了，我爱你。好，路上小心啊。周末可能不行。我答应小军陪他放风筝。那这样吧，我陪你们一块儿去，行吧？游乐场又不是我们家开的，有什什么行不行的？你想去就去呗。那行，就这么定了啊，咱们周末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医生，你听我说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时候能走啊？医生，你倒是给个准话呀！我女儿的病到底什么时候能好？您没有听清楚我刚刚跟您说的话吗？您女儿现在的情况十分危险，血液灌流之后还要继续治疗，这个过程会非常的艰难，所以需要你们家属和病人全力配合。这也太难了吧啊！这一下子我就花了5000多，这接下来怎么办？再说这人不是已经就醒了吗？为什么不能出院？你们非得把我们榨干了才放人是吧？您到底知不知道百草枯是什么？不就是除草剂吗？我听人说了，没什么毒性。您听谁说的？我才是医生，您听我的行吗？10毫升的百草枯就可以致死，您女儿现在的情况十分危险，您知道吗？师姐，你们医院之前消化科收治的那位百草枯的病人，最后治好了吗？入院14天后，血氧开始往下掉，只有60%，氧分压也不好，上了呼吸机，结果加重肺泡损伤，恶性循环，上周已经去世了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？跟我说什么？我以为是病人家属。现在跟病人家属处这么好，还有人给你送吃的。做成了？尝尝看。我还真饿了。品鉴一下。随着将心也变柔软。味道不错。吃出什么味儿了吗？这味道不错。榴莲味的。那我出去吃吧。在这吃吧，没事。我现在对这个榴莲味已经免疫了。那你尝一口。哎，那还是不必了。那你还是不喜欢？我当然不喜欢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做榴莲蛋糕？因为你喜欢。
我听张医生说要到急诊来了，是不是呀？说实话，还挺不适应的。这2天，经我手的病人就已经走了3个，还有1个因为百草铺中毒，现在正躺在病床上。你别看他现在好好的，可能到了明天中午，他的肝脏就会开始衰竭，紧接着就会出现肺炎、肺不张、肺水肿，或者肺部纤维化，最后被活活的憋死。直到死，病人的意识都是清醒的，可怕吧？一个救活的病例都没有。有，可是极少极少，主要是看病人服用的时间和剂量，如果少于10毫升的话，并且及时洗胃、及时血液灌流，再加上自己个人的一点运气，可能，也只是可能，还会有最后一线生机。那你现在的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说。他为什么要自杀？喝了多少？多长时间？他什么都不肯说，他爸爸也都说不清楚。如果真的喝了很多的话，就没有必要抢救了。可是万一呢？万一他只是喝了一点，万一还有救活的机会呢？他只有18岁，18岁这么好的青春年华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长得很可爱，而且才刚刚入大学，也很漂亮，人缘又好，就是和同学吃了一顿饭，聚了个餐，晚上回家就开始喝毒药。你说他为什么？究竟的发生了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喝那玩意儿呢？性侵啊！什么？你说这个女孩又年轻又漂亮，刚上大学，恋爱都没谈过，那为什么出去吃个饭回来就自杀？也许就是因为性侵，让她想到自杀，所以她也不想开口。刘然，刘然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刘然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得告诉我你到底喝了多少，半瓶盖，还是1瓶盖？你不告诉我，我没办法确定对你的用药量。你听见了吗，刘然？刘然，宋医生，16朝不行，快去看一下吧。你照看一下刘然。我是急诊住院医，我叫夏初。刘然，你听好了，我知道你一定经历了非常绝望的时刻，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我很理解你的痛苦，真的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不管你的身体遭受了怎样的伤害，你还是你，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那些伤害感到抱歉或者自卑。就像你现在口中的溃疡一样，它只是身体受损，其他的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你要记住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应该受到惩罚的人也不是你，你一点错都没有。刘然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没有做错。我没有错，我没有错，我没有错。医生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
我还想上大学。我还想上大学。别害怕，没事的。但你要告诉我，你喝了多少？我在，陆小，我女儿现在怎么样？快去缴费。哦，好。哎，那边。对，那我去了。你是对的，他开口了。喝了多少？他没有喝进去，只是在嘴里含了一会儿，因为受不了那个气味儿，所以都吐了。那还有救吗？百草枯的可怕之处，就是在于即使它没有吞咽，也依然可以通过皮肤渗透到血液里，和血浆蛋白高度结合。那就是……医生，我叫好了。好。虽然难度很大，但我们依然制定了完整的救治方案。第一步还是先把药用上，血液灌流继续。之后的1天、3天、7天、14天、21天，是抢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，包括胸部 CT、血尿常规，每个时间点上都要做全套的检查，以便随时监测病人的身体情况。过1天看3天，过3天看7天。一般来说，7到14天是病情恶化阶段。14天定生死，很多人都扛不过这个阶段，我们都要做好这个准备。杨木子，贾医生，那个蛋糕我尝了，还是温热的，所以我想送蛋糕的人应该没有走远。侦探小说不白看嘛。不，这跟侦探小说没有关系，是因为只有你才会把刚出炉的蛋糕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来给我。原来我休假比较闲嘛。蛋糕很好吃，朗姆酒口味的，昨天是巧克力味的，前一天是黄桃奶油味的，之后的每一口，我都有很用心的在品尝。你喜欢就好。很喜欢。现在下班回家吗？还不行。刘然的左肺已经出现了纤维灶。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吗？即使有，也不是我能主导的。梁木泽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有用啊？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我面前窒息而死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像一个无能的白痴。你说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人会发明百草枯这种东西呢？它是没有特效解药的毒药，哎，如果没有它的话，蔡医生，我跟你说啊，
你看，枪可以杀戮，但是它也能制止杀戮，对吧？海洛因可以让人死，但是吗啡却能镇痛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。百草枯当时人家是作为最有效的除草剂被发明出来的，后来只是因为有些人使用不当，让它蒙上了毒药的污名。可能没有百草枯的世界会变得更好，但是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好坏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每一次最正确的选择。所以夏医生，不要再去想没有百草枯的世界会怎么样了。与其做一只聪明的鸵鸟，不如做一个勇敢的白痴。上一个这样勇敢的白痴叫堂吉诃德。你记住了啊，一个伟大的骑士可以失败，但是绝对不会被打垮。伟大的医生也一样。伟大的医生，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说你是你就是。谢谢你，梁木泽。谢谢你的蛋糕，还有刚才的那番话。快回去好好工作吧。工作再忙啊，也要注意你的军容，知道吗？拜拜。我们前期对刘然已经进行了活性炭洗胃和血液灌流，并且使用了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治疗。这几天，他的双肺纤维化症状进一步加剧，血氧饱和度维持不佳，所以今天早上已经下过病危通知书了。哎，病人的家境如何呀？他家是近郊农村的，从小父母离异，他就一直跟着打零工的父亲生活。这几天也都是他的父亲在医院照顾他。他父亲的意思是，还不想放弃，希望我们能全力抢救。哎，一晨啊，你们 ECMO 团队有什么建议吗？坦白的说啊，我觉得这样的病人，就算装上了 ECMO， 能挽救回来的可能性很低。那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啊。抢救这样的病人，要有很大的投入。我讲的投入不仅仅是他家庭的投入，还有很多有形和无形的社会资源。而他现在的情况呢，是能不能等到肺移植还是个问题。多器官严重受损，身体又很虚弱，就算进行了肺移植，能不能康复，这又是个问题。大家知道，现在肺源有多紧张，我们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要进行这样的尝试？另外还有一点啊，我们 ECMO 团队现在刚刚组建，应该说病人的生存率是会直接影响到团队未来的声誉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应该把那些注定无法挽救的病人排除出去，把机会呢留给那些能在 ECMO 项目中直接受益的病人，把他们作为临床的对象，这样对我们团队未来在医院里的发展和推广是有好处的。张老师，我觉得您刚才的理由挺残忍的。是残忍，但是这很现实。可我们是医生，不是上帝。医生的职责是尽力去抢救，既不能保证救活每一位病人，也没有资格判定任何一个病人的死刑吧。这个世界的奇迹原本就不是医生说了算的，为什么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呢？我们的拒绝究竟是为了病人考虑，还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呢？
夏初同学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作为我们医院制定方案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上面，我们要考虑到风险，必须绝对的安全，懂吗？好了，这个话题啊，先放一边吧。下面啊，咱们继续来讨论一下刘然的救治方案啊。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？ECMO， 又叫体外膜肺氧合。我给您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机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血液从体内引出，然后通过这个机器处理之后，再回输到病人体内的心肺支持技术。它本身不是一种治疗，而是代替心肺功能，是为了进一步的治疗争取时间，让病人有机会等到可供移植的肺源。那要等多久？这个不一定，得看有没有合适的捐赠者。要是没有呢？要是等不到这个捐赠者，那怎么办？理论上，人工肺的使用时间可以很长，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，并发症出现的几率也会相应的提升。刘然目前已经在出现呼吸衰竭、肺部纤维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，ECMO 和肺部移植是最后的，也是唯一的希望。只是这个机会同时也蕴藏着很大的风险，装上之后非生即死，并且成功率不到30%，价格也十分昂贵。我想尊重一下您的意见，试一下吗？刘然家属，对，正好您在这儿，刘然的情况我得跟您交代一下。医生，我明白了，请您给我的女儿用你们那个ECMO。对 ，ECMO。治疗方案都是各科室会诊一起制定的，你凭什么私底下接触病人家属，还跟他提什么 ECMO 的事儿？你这是违反规定，你知道吗？ECMO 上一次机至少7、8万，后续的还有 ICU 的费用，还有肺移植的费用，这么多钱，你让他上哪凑去？他凑不到，可以在网上众筹。他说过，只要能救刘然的性命，哪怕是1/1000的机会，他都想尝试。事到最后，人可能走了，几十万的医疗费也打了水漂，这样的结果他能承受吗？可是现在对于他来说，躺在病床上的是他唯一的女儿，他至少应该知道，还有这种抢救方式可以救他的女儿于万一。就为了这个1/1000的可能性，你让他砸锅卖铁、倾家荡产，你有想过他之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吗？如果说 ECMO 给他的压力已经高于了他最后的受益，那么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让他知道有这种东西的存在吧。可是他女儿的生命到底值多少钱？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来回答，而且，我们也没有权利直接替他做不装 ECMO 的决定吧？如果说这个决定会让病人家庭人财两空呢？您怎么知道最后一定是人财两空呢？夏初，你真的太理想化，你还太年轻了。可是刘然更年轻，他才18岁，他的人生刚刚开始。我真的不希望就这么放弃他。我以为到了急诊之后，你多多少少会有所改变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可能真的没救了。但是，你说服了我。我们 ECMO 团队又讨论了一番，决定还是同意吧。陈主任也同意了。好吧，那我尊重大家的决定。好，
我去准备配件。夏初，把装上 ECMO 之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，跟刘然父亲交代清楚，必须要签字落实。是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把人撞成这样？不关我的事啊，我是正常行驶，他突然窜了出来，把我都吓了一跳。你不相信？你问问他们，你问问他们，我真的跟我没关系。夏初，病人家属自签好了吗？我找不到刘然他爸了，赶紧打电话呀！我打了，没人接听，可能是去筹钱了吧。他们入院办的欠费吧？不会的，他不会跑的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不是，你了解人家多少？他说过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他都不会放弃的。可他也说了，医院医药费太贵了，一天就要好几千。那是在他还不了解百草枯中毒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。老师，刚刚接到通知，6口有个交通事故的重伤员，正往某医院送。通知骨科、神经外科、血库，让他们做好抢救准备。好的。新外，今天你值班吧？也是护。好。伤员被辆商务车撞倒，头部受伤出血，血压80/40，血氧85。老师，是刘然爸爸。什么？我要见我女儿，我女儿。老师，脑外伤需要上呼吸机，去 EICU。病人血压在下降，血送来了吗？赶紧催一下，血送来，赶紧输上。好的，马上去。准备气管插管。好的。我要插管，不要插管，我不要插管，我不要插管，我不要插管，帮我按住他，不要插管，不要管我，救我女儿，救我女儿啊！不要管我，救我女儿，救我女儿啊！救我女儿，救我女儿，女儿啊！救她啊！不要管我，救我女儿，救我女儿啊！救我女儿啊！我女儿啊！女儿！夏初，赶紧去安抚刘然。是。你们快去救他呀！女儿。刘然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怎么了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你怎么了？失颤了，肾上腺素1毫克，进推，准备除颤。刘然，你冷静一点，啊，冷静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200焦，来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200焦充电完毕。写下来。200焦，再来一次。
没事，没事。老师，刘然缺氧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现在必须立刻装上 ECMO 才行。能不能装上 ECMO，要等他家属过来商量。你先把刘然父亲的抢救病程补充完整，交警和保险公司那边等着要看。可是宋老师，刘然夏初，理智一点。我们只是医生。我有个病人，他爸爸出去筹钱的时候，突然发生车祸去世了。他现在病情很危险，可是我又不想放弃他。但是，治疗的投入会很大，他们家已经没有条件承受。你可不可以让电视台过来报道一下？没问题，我马安排。谢谢你啊，米果。廖木泽，背后长眼睛了？没有，但我希望是你。怎么了？刘然的父亲，我知道，我看见他送进医院了。出事前，是我跟他说，装上 ECMO 是刘然最后的一线生机，所以他才着急出去筹钱。可是没想到竟然……车祸是意外，小周。带我的上级医生，他们都觉得这个方案过于激进，危险很高，根本就没有必要跟病人的家属提起。是我执意要说的。我坚持认为，对于刘然的病情，他父亲有100%的知情权和决定权。可是现在，我不确定。不确定什么？如果说治疗方案给病人家庭带来的压力已经超过了最后的受益，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屏蔽掉风险，或者直接替他们做出选择，不至于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这样的结果，也许是我真的错了。你没错，时间、地形、火力对比，以及最后的目标任务，只有身临其境，做出的选择才有意义。在选择的当下，你只能选择相信当时的自己。就算以后会后悔，也没关系，你尽力了，你没有错。这是我第一次出任务之后，心理医生跟我说的话。你看过心理医生？对啊，不然我干嘛那么抗拒那时候你给我安排心理医生啊？医生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但是我还是想不通。第一次出任务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年了，可是我还是失眠，还是睡不着。夏初，这种感觉我知道，但是我经历过的，不想让你再经历了。我没做到的，希望你能做到。相信做出选择那一刻的自己，你尽力了，没有错。你有钱吗，梁木泽？啊？
多少都行，你先借我。你要自己给他垫钱啊？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哎，小爽，后面是密码。怎么了？不要拿回去。要。蛋糕在你桌上。谢谢你。我刚跟刘然的大伯谈过了，他说要接他回去。埃克莫准备的事，先停下来吧。放弃了。老师，刘然的大伯同意给他装上埃克莫了。你怎么说服他的？我来垫付。你来垫付？对，在司机赔偿之前，装上埃克莫的钱由我来垫付。电视台那边也会有跟进的报道，我也会替他们在网上众筹。之后的费用，希望可以通过赔偿金和网上众筹来解决。夏初，我知道我这样做很傻，我也知道医院有很多这样子的病人，我也不是富二代，想要帮也帮不完。但是既然已经遇见了，刘然的父亲也是因为我的建议才遭到了意外。我想担起自己的这份责任，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想起来，我都可以肯定地对这一刻的自己说，我尽力了，我没有错。夏初，你记住你今天的这份激情，将来也不要轻易的被打倒。是。OK。众筹送我一份。我也是。谢谢。等你清醒之后，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连你爸爸的那一半也一起活了。
头，蓝小姐，在干嘛呢？没干嘛，在家待着也没事儿，把家里的毛线拆了洗洗，想给你爸织条围巾，这不天儿也凉了吗？哎呦，大晚上的这么撒狗粮，真的是存心不让人活呀！哎呀，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啊！你说你要在我身边，早就结婚生孩子了，还能天天在家吃妈做的肉骨饭，多好！蓝小姐，你是不是特别羡慕那些已经抱上孙子的老太太们呢？我才不羡慕他们呢，我就是担心你。你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忙成那样，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，你说我这心里能踏实吗？对不起，蓝小姐，让你担心了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自己的。我会每天按时起床，按时吃饭，坚持锻炼，力争做一个身心健康的美少女，行吧？丫头，你妈我以前也是干医护工作的，你说的那些鬼话，你以为我会信啊？爸爸呢？他身体怎么样？你爸挺好的。那你呢？腿脚怎么样？我这老毛病了，就是一变天会疼，没事儿，扛得住。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啊！我在外面，无论多忙多累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只要你们好好的，我们的家好好的，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有一身的力气，我就能往前跑。我能这么任性的生活，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勇敢，而是因为你们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转身，我就能看见你们。你们一直在背后撑着我呢。丫头，我跟你爸你不用操心啊，我们都好好的，关键是你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听见没有？好的，蓝小姐，挂了。老夏，睡吧。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是项目上的问题，还是你身体不舒服啊？我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啊？你有事儿没事儿，我还看不出来啊？从元旦过后，你就没睡过一个好觉。你自己看看你的脸色，你照照镜子去。老夏，咱们这么多年的老夫老妻了，你什么事儿不能跟我说呀？你就非要一个人扛着啊？真憋出什么事儿来，你让我和夏初怎么办？行，你不说是不是？找你闺女去。到底怎么了？你放心。放心。喂，陶维科吗？我是夏光远。回来了。哎，
王然连夜做了个短视频，准备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上推一推，你看看。挺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夏初，啊，你几天没洗头了？3天，你还是不是女人啊？没有这么夸张吧？你自己闻闻。还好吧。急诊不是上一天休一天吗？你怎么忙到连洗头的时间都没有？是上一天休息一天，可是上班的那一天累成狗，休息的那一天就忙着补瞌睡，哪有时间考虑洗头的事情？你完了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保证所有的男人都会离你8丈远。谢谢你。怎么了？我昨天抱了梁木泽，他不会闻到了吧？为什么？对他表示感谢呀。我问他借钱，他垫付了刘然的医药费。他肯？他把他的银行卡给我了。我是说，他肯让你抱他？我当时抱得很快，他根本来不及反应。是他不想反应。如果他不想让你抱他，我保证你连一根手指都碰不到。是吗？废话，人家是特种兵。好吃吗？哪儿买的？他做的。来，喝点水。怎么了？夏初，梁木泽，他喜欢你。可他什么都没有说啊。如果一个男人，哪怕你3天不洗头，他都肯让你抱；你跟他借钱，他就直接递上银行卡；你加班，他就往你办公室送他亲手做的蛋糕。意思不要太明显好吗？还需要说什么吗？当然需要说啦。生活需要仪式感，对爱情而言，告白和承诺就是仪式。所以，你承认你们之间是爱情了？其实，仪式感不需要男人主导的。如果你喜欢他，他不说就换你说呗，反正是一层窗户纸，谁捅不是捅，对吧？那你跟卓然，也是你先说的吗？是我。你真勇敢，米果。说完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跟他之间远不止一层窗户纸的距离。我已经上传到 OPO 了，如果有合适的废员，系统会自动分配给你。谢谢老师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器官捐赠有很多不确定性，这也是一开始我反对给他装 ECMO 的原因。太煎熬了。现在既然装上了，只能等，否则的话前功尽弃，这对于病人、对家属、对医生，都是一个考验。明白。行了，回去休息一下吧，咱们睡醒再战。喂，夏叔，下班了吗？我在旁边超市，赶紧过来。哎，关关，你有香水吗？只有葡萄糖水，要不？谢谢，你没有。走了，拜拜。
好看吗？这是今年最流行的装扮。好吧，其实是为了遮丑的。我4天没有洗头了。哎，不丑，你白，90%的丑就遮住了。真的吗？那10%的丑是什么？还有10%，也得给其他姑娘留条活路嘛。梁木泽，你最近有点反常啊，嘴巴怎么跟抹了蜜似的，和平时的傲娇一点都不像啊。可能是做甜品做的吧。哎，等会儿。选这个，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啦。你看，它摇过之后，泡沫又细又密，而且还不容易破。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说明什么？说明里面的氨基酸含量高啊，而且更有营养价值。你看，它还在搞促销，比平时便宜3块钱呢。家里没有橙子了吧？我们去买点水果吧。行，听你的。你看什么呢？公母啊。看什么？公母。你看，肚脐眼小的是公的，肚脐眼大的是母的，母的比公的好吃。下去。那总没有比对着伤口吟诗更扯吧？小初，干嘛？你死心掉了。你闻到了什么？这个味儿吧，消毒水加福尔马林的味儿。biu，你已经忘记了。你走不走啊，梁木泽？我快饿死了。走。对了，卡还你。钱的话，得等到我周末理财到账才能打到你卡上。不用了，你捐款算我一份。那不行，我说好了是找你借的。如果你自己要捐的话，等我还给你，自己上网捐去。好，需要用钱的话跟我说啊。谢谢啊，梁木泽。谢谢。如果你把“谢谢”啊换成另外3个字，我可能会更开心。哪3个字啊？我爱你。吃饭吧。啊？好久没有听到你说吃饭吧，好久都没吃过你亲手做的菜了。没问题啊，不过作为交换，你得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刘然自杀的原因的？在你还没有见到他的情况下，我真的很好奇，是哪本小说给你的启发，还是特种兵的直觉？都不是，是我有亲人遭遇过。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？如果你认识过去的他，就会原谅现在的他。幼儿园，那些遭遇已经留在他的身上，所有的怪异和敏感，都是源于被伤痛敲出来的棱角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不是值夜班吗？我哥去接你了，你俩碰到没有？他在停车，马上上来。哦。
OK， 我要去特战旅看 OK。我平时那个走在时尚潮流尖端的衣服，估计门都不让进，所以我准备征用你几件衣服啊。虽然跟我的品味没法比吧，但是为了 OK， 我只能忍了。哼，只是为了看 OK， 顺便也想看看田勇。那我觉得这件就不太合适了，太厚重。小姑娘嘛，我觉得应该要穿得轻盈一些，活泼鲜亮一点。谁是小姑娘啊？我是21岁，我是成熟的女人，我要走神秘性感的路线。还有啊，妆感不要太重，眼影、假睫毛、耳环通通去掉，眼线不要画得那么粗那么深，唇色选一个淡一点的裸色系。妆感呢要清新自然，画了像没有画过的那样，素颜妆知道吗？没办法，直男的审美就是这样。我才不要呢！什么直男审美？我要做我自己。随便喽。你们说哪件好看啊？你没说要穿着干嘛呀？要我说啊，还是你上次发的吴王那套好看。嗨，还用问吗？大大明显这是要去约会啊！我的建议啊，直男很简单，清新自然的最好，别整那些太没用的。怎么都跟夏初说的一样啊？关于鹦鹉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机构那边的意思是为了达到疏疗的目的，不能强行违背领养者的意愿，只能慢慢沟通，否则只会适得其反。所以希望我们在他自愿带走鹦鹉之前，能够代为照养，并保证他的生活质量。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这件事由你来负责，配合机构一起说服他们。是。去吧。嘿，不认识了？没有，只是你跟我上次见到的时候有些不太一样。好看吗？肤如凝脂，脸如虬蛴，齿如护膝，琴手峨眉，巧笑倩兮，眉目盼兮。Excuse me？ 特别好看。谢谢。我们去登记，然后去看乐天居士。谁？看看，谁来了？嗨，兄弟，你过得怎么样？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叫乐天居士了吧？他没吃坏什么东西吧？没有啊。那他脑子还正常吧？正常，放心吧，他只是模仿能力太强了，在我们旅长家里待了一段时间，学会了仰天长啸，现在有点刹不住车了。但是他笑的也太奇怪了吧，简直是可怕！你们是怎么受得了他的？如果只有笑得好看、笑得美的人才有资格笑，那这个世界该多么无聊啊！怎么了？你简直不像一个军人。那像什么？诗人。何以见得？因为够丑。了然。But 是丑的很有光辉的那种，每一个褶子都散发着智慧的光芒。田嫂，我想跟你交朋友。可否请你先把手松开一下，这样
着实不雅。着实不雅，着实不雅。好，那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啊？扫什么？微信啊，你没有吗？那 Facebook 和微博也可以的。QQ 呢 ？QQ 总有吧？那你平时连电子邮件都不发呀？那你手机用来干啥啊？打电话。怎么了？手机不就是用来打电话的吗？对，是用来打电话。这是我的手机号码，你存好了啊，记得给我打电话哟。哎，如果啊，你没接到电话的话，你怎么办？哦，没关系，写信亦可。可你妹呀！你这人业余生活也太无聊了吧！飞爷，我有我自己的消遣方式。你是怎么说服小雪把她那些奇装异服换掉的？秘密。饶叔要是看到她今天这样啊，肯定很开心。其实女孩子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化什么样的妆，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每一年每一天，甚至时时刻刻的想法都在变，不用逼她太紧，让她自由生长最好。那你呢？你想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化什么样的妆，过什么样的生活呀？那你实现了吗？我想，应该快了吧。我去洗衣服。哎，你去洗衣服，谁洗碗呢？当然是你洗了，面是我做的，你洗碗。我是房东，我有豁免权。我还是你女朋友呢。虽然只是挂名的。要不这样，咱俩玩黑手游戏，谁输了谁洗碗，好吧？凭什么呀？这是霸王条款，我怎么可能推得过你啊？那你就放这吧。这放在这儿会有味儿的。那我不管。等会儿，推就推，谁怕谁呀？来。
我去，生父啊！我赢了，梁木泽。快去，你快去洗碗。我去洗碗。行，我去洗碗。天地都感受温暖，贪婪随倔强心也变柔软，心填满每一天上。我居然推倒了一个特种兵！笨蛋，都是套路。